小子，你说这酒馆谁也没有啊！你倒不下来干嘛？救命啊！我来人了！救命啊！老公！你快点过来！正好你们都在。尹处，这是公安刚刚移交过来的一起故意杀人案，提请批准逮捕。严律，你协助他处理。好。这是网上之前炒得很火的那个反杀案。这是舆论的定义，但最终是不是刑事案件，需要我们来把握。在此之前，谁也不许先入为主啊！从闯入者变成了被害者。对。公安机关认为，魏小凤的父母对死者汪雷的不法侵害行为虽然有防卫性质，但是属于防卫过当，所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哦，这是要逮捕他的父母啊！人已经拘留了，只有7天时间啊，所以是防卫还是犯罪，逮捕还是不逮捕，需要你们好好审查。我再提醒你一点，自从去年昆山反杀案引起舆论轰动之后，任何关于正当防卫的话题都成了大众的关注点。其实这个问题作为一个法律问题来说，并不复杂，难的是查明事实，尤其是一方已经死亡的情况下，当时的情境究竟是什么样的，需要你们做大量的调查。所以谁也不要轻易的下结论，明白吗？嗯，好。这卷宗里面有很多份报警记录啊，记载了案发之前，汪雷曾多次纠缠魏小凤，想要跟她发生性关系，还堵在她家门口还有学校门口进行骚扰跟威胁。而且发送过含有死亡威胁内容的短信，但是汪雷的父母都作证说，魏小凤和汪雷是男女朋友。魏小凤花了汪雷家很多钱，又傍上了其他人，又想甩掉汪雷。汪雷去找他们家要钱，魏小凤一家一直拖着，算是一户老赖。还在看警方提交的视频呢。这个视频太模糊了，只能看到汪雷偷偷摸摸地闯入了魏星月家，和他们发生了争执，然后被打倒了。但这上面魏星月夫妇在汪雷倒地之后还在攻击他，这到底算不算是正当防卫啊？现在我也没法下判断。你说这视频太模糊，据说这还是魏星月家感受到了汪雷的威胁，在自己家门口才安装的，有就不错了。咱们一步步来吧。那下一步怎么办呀？下一步，我联系了魏小凤母女当时工作的饭店，咱们去看看吧。好。哎，停！王总，哎呦，好久不见啊！哎呀，是姚总啊，这么巧，你也来这边打球啊？哎呀，我是1年呀，难得打几回球，不像您，一看就是常客。我那是闲的，比不了你，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昨天我还在手机上看到中医基金会成立的报道，势头正好，是吧，姚总？现在说姚总是新州市第1大慈善家都不为过。林总过奖了，那是小女姚真的想法。我这个当父亲的一定要支持她，年轻人嘛，就该出去闯闯。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有王总在，这慈善基金会的第1把交椅，还轮不到我吧？哎，令千金才是人中龙凤，姚总教育的好，姚氏集团后继有人，让人羡慕。您就别夸她了，这丫头啊，就是个热心肠。哎呀，现在看看新州市那些富商的孩子们，有几个能像令千金这样啊？一个个都是坐吃山空的样子。哎，王总，我听说最近
您又拿了一块宝地，是不是有什么大动作啊？你是说那块地啊？我是打算用它来做公益事业，这也是政府大力提倡的嘛。这个想法倒是非常不错。你有什么具体打算吗？具体的打算嘛，还真是没有想好。依我看啊，这块地的地理位置非常的好，从新州市长远发展的角度上来看，它必将成为新州市辐射周边地区的一个要塞。如果要是能把它打造成一个商业综合体，兼具社会服务性功能，我想，这社会效应和影响力一定很大。姚总的这个开发思路还真是不错呀。哎，如果你有兴趣，我们可以一起合作。王总，给我这个机会，那是我的荣幸啊。好说，我也正想从你那儿取经呢，为慈善事业出一把力。走。哎呦，王总啊，您就别送了。关于那块地的事啊，咱找机会再聊。好，我等着你。好，先走了啊，再见。姚总再见。听姚世伟的话，他应该是对咱们那块地动心了。姚家现在势头正盛，他向我示好，我当然要顺水推舟了。那您之后打算怎么做啊？你有什么想法？您跟舅舅跟中医合作那么多的并购项目，应该不只是为了收笔 FA 费用。您是不是收了很多姚氏的散股？不断的说服他并购、拓疆，如果还能利用上这块地就更好了。您是想趁机拉高市值，操纵股价？我说的没错吧？差不多吧。我觉得应该没有那么简单。如果就是这么简单呢？行了，别猜了，以后你就知道了。中医并购的事情你就不要再问了，你只要负责完成交代给你的事儿就行了。你们两个，一个让我不要问，一个让我不要猜，这就充分证明我想的没错，这件事情不简单。哎呀，我都说了，不要再说这件事儿了。你了解王达的性格，他最讨厌别人猜测他的心思，别让舅舅为难好吗？我无所谓啊，你们说不说都可以，反正我迟早会知道。对了，罗文怎么样了？回国治疗了。他到底得什么病啊？急性白血病。什么？你怎么不告诉我呀？你别管这些了。我怎么能不管？他是我弟弟，你说的这都是什么话？哎呀，你也帮不上什么。我记得我有一个同学好像这方面的专家，你给我点时间让我找一找。哎呀，你问我，我也不知道，我哪知道他们那么多的事儿？他们母女都在你饭店上班，你说你什么都不知道？我这儿人员流动很频繁的，那个小女孩，才干了1个星期不到就跑了，你说我哪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呀？再说了，警察都来问过1次了，你去问他们不得了？哎呀，小红啊，你怎么这么慢呢？你快点，那桌客人等了半天了。哎，刘老板呐，哎，老3样是吧？行，我再送你个凉菜，这立马就派人送去啊！哎，好嘞。老板娘，哎呦，你怎么还不走啊？
你知不知道检察院在办理刑事犯罪案件的过程当中，有权进行调查取证，当事人和其他人都有义务要配合的。那我说我忘了还不行吗？你看，你不相信吧？难道叫我撒谎？你不想说没关系，但是为了真相，我们是不会放弃的。今天我们穿便服，下次我们可能就会穿制服。今天我们过来问你，明天可能就会请你去检察院坐一坐。这样时间长了，你店里的客人会怎么看你啊？老板娘，我劝你还是好好的想一想，他们母女在你饭店打工的时候，跟汪雷发生过什么？怎么样？你厉害，把话都问出来了。要不是用这个方法，不知道那个老板娘跟我们打马虎眼要打到什么时候呢？现在看来记得挺清楚的。其实我只是没想到，汪雷父母所说的魏小凤和汪雷交往过一段时间的这个说法，居然还是假的。按照他们的说法，魏小凤是攀附了有钱人，甩了汪雷，所以才从这里离开的。现在看来，好像是魏小凤想摆脱汪雷的纠缠，所以才离职的。按照老板娘的说法，汪雷一直在纠缠魏小凤，所以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也就都可以说得通了。我妹不在，有什么就问我吧。他人呢？有些事儿我们必须向当事人确认。我说过他不在，这件事我已经问过律师了。我们家这属于正当防卫，你们不把我父母放了，现在反而过来调查我，这明明都是汪雷那个混蛋的错。我们检察院来这儿，就是为了查清你的父母到底是不是正当防卫，才来确认证据。你这种态度，我们怎么问话呀？我已经跟警察说过很多遍了，是那个混蛋缠着我妹妹不放。怎么，你们也想来缠着我妹妹？好了，我知道，你的父母现在还没有放出来，而且面临着故意杀人的指控，你很心烦。但是，请你相信检方，我们反复确认，就是为了确保到时候的证据不会出错，证明你父母当时真的处于别无选择的境地，才会做出杀死汪雷的举动。但是你这样一直阻止我们见你妹妹，我们无法获取最全面的信息，这等于害了你父母。哥，你让他们问我吧。他父亲说，我骗汪磊的钱，汪磊来找我要钱，我不给，所以才来纠缠。这个话根本就是血口喷人，无中生有。所以你们之间没有任何金钱上的往来。为了让他别来纠缠，我爸妈甚至想过给他钱，到后来他就来学校找我，我只好叫爸妈来接我回家。再之后，他就开始在我们家门口晃荡，我真的很害怕。别怕，都过去了。那你们当时没想过报警处理吗？我们一直都是报警处理的，警察也管过我们。可汪雷，他不听，后来就发生了那天晚上的事儿。那天晚上听到狗叫来着，可大声了。后来呢？后来就听到有人打起来了，还有就是新月夫妇喊着报警，我们赶紧报了警。警察来了，进去一看，哎呀，新月和他媳妇的头都被打破了。在你们眼里，平时魏小凤是个什么样的人？小凤啊，小凤可是个好女孩，又聪明又懂事儿，放假了还帮她妈妈去干活呢。不过要不是她说要去勤工俭学，去她妈妈上班的地方打工，也不会碰到那个坏蛋。真是倒霉呀！检察官同志，你说新月那两口子能放出来吗？是轻判还会是重判啊？啥时候能知道结果啊？我们村里都关心着这事儿。放心吧，法律一定会给大家一个公正的结果。
这个汪雷，求爱不成就纠缠魏小凤，还捏造谎言污蔑他人清白，最后持凶器闯入他人家中，这分明就是意图不轨。还好魏小凤他们一家早有准备，要不然就可能被灭门了。调查到现在，初步证据有了，咱们接下来就看看嫌疑人的口供吧。魏星月夫妇故意杀人案，你们审的怎么样了？可以批捕了吧？我的初步意见，不批捕，2个都放。为什么？汪雷持凶器闯入他人家中，先行动手的。魏星月夫妇在此基础上对其实施加害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不是犯罪行为。可是当受害人倒地后，嫌疑人已经停止了行凶。张一真在不确定汪雷是否会继续行凶的情况下，就放任自己的行为。在我们警方看来啊，魏星月夫妇的这种行为已经超出了防卫的限度。等等，张警官，您告诉我什么是正当防卫？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条，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20条同时规定，对正在进行的杀人、行凶、抢劫、绑架、强奸以及严重危害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员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但是当时汪雷明明已经倒下了，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只是可以减轻或免除处罚，这还得依照具体情况来定。我记得前不久就有一个行人之间路上起冲突，挑衅者被杀的案子，那次就判决了他防卫过当。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张警官，我认为你搞混了假想防卫和防卫过当的概念。这到底属不属于正当防卫啊？还得看法律的规定。在汪雷已经倒下的情况下，法律是绝对不允许任何一个人再对他实施加害行为的。法不强人所难，我相信，不论是谁站在魏星月夫妇的位置上，都会做出同样的行为，包括你在内。尹绰，有结论了？尹绰，我认为魏星月夫妇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不是犯罪行为，不应当被逮捕。你的理由我都知道，但是证据呢？目前最直观的证据就是这段监控录像，清晰地显示张一真在汪雷倒地后没有抵抗的情况下继续用刀砍。那么怎么论证正当防卫所要求的不法侵害正在进行呢？汪雷虽然已经倒下了，但他并没有失去继续行凶的能力。根据他倒下之前的行凶行为，他一旦起身，必然会更加疯狂地反扑。如果严格的按照法律规定，魏星月夫妇要等到汪雷再次起身、再次攻击之后才能回击，您不觉得这是太荒谬了吗？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我也非常同情魏星月一家的遭遇，但是法律就是法律，正当防卫的适用是有严格的条件限制的。目前的证据情况确实跟法律的规定有所出入。您总跟我说法律人要保持理性，但过度的理性就是漠然。法律是我们的办案工具，但不是束缚我们的牢笼。尹绰，您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换作是您呢？您能想到什么时候应该再去正当防卫吗？您能理性到要等到汪雷再次站起身、再次攻击的时候，您再正当防卫吗？如果您都不能的话，又凭什么苛责2位完全不懂法律的老人呢？尹绰，我不是感情用事，我只是发自内心的认为，魏星月夫妇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而且适用于无限防卫，他们避免了一家人被灭门的惨剧。我再想想吧，毕竟正当防卫在现实中适用比例比较低，我们再谨慎也不为过。
做了。做得好。他还没有跟任天宇接触上吧？哎，你说这个任天宇，他还要害死多少人呢？这么看着我干嘛？我说错了吗？哼，你跟着我这么多年，就做这点小事儿，至于吗？接下来就该任天宇了。对了，博文最近很好，不用担心。啊。雷万死了，就死在我面前，我就看着，什么都做不了。你别慌张，没事了。这么看来，王大怕是已经知道你的身份了。那接下来他一定会来找我的。不行，不行，你得离开新州市，你得离开国内，今天晚上就得走。我不走。以王达的性格，他是不会放过你的。那就要看谁先把谁干掉了。你这是要以身犯险，他们已经有了警觉，一定会想尽办法阻止你找到新的证据，他们会像害死雷万一样去害你。你不是王达的对手，你相信我，你今天晚上必须得走。往哪儿走啊？只要我们一动，他就一定会对咱们下手，搞不好你也会被受牵连。先不要去想那些，你先回欧洲。等这件事情风波过去了，我们再慢慢想别的办法。我现在就给你订票。我说了，我不走，我不走。去米兰有用吗？天宇哥，你这是要跟他们正面交锋？对，是谁教我做事情要懂得迂回的？你现在自己什么都忘记了吗？楚姐，我求你了，你别再劝我了好吗？我眼看着他在我眼前被碾死，被碾了2次。如果你再劝我，死的人只会更多。不管别人，我只要你不去送死，我只要你好好的活着。你还不明白吗？我的死活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很重要。我就是那个差点死掉。是吧？啊？怕死滚。好。就去做无意义的牺牲吧。土地转让合同已经拟定，与中裕集团的签约仪式定在了明天上午的10点。行了，这事我知道了。你。啊，行了，这事呢我自有打算。我现在还有点事儿，先挂了啊。小朱，谢谢。跟我就别这么客气了。怎么了？谁欺负你？跟我说说。你不说我也能猜得到，是任律师给你起手了。
我真的受不了，我真的受不了他，我真的受不了。魏新月夫妇冒着被法律制裁的可能，最终选择拿刀刺向汪雷，原因只有一个，他们正在面临着巨大的生命威胁。一旦汪雷站起来，他们全家都可能惨遭灭门之灾。今天召开这个听证会，不是为了偏袒谁，更不是想帮嫌疑人推卸责任，只是想将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跟大家解释清楚。试问，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你们身上，你们会怎么做？你们是不是也会拼了命的去保护自己的儿女？毋庸置疑，我相信大家一定都会的。对于这个案子来说，我们都是旁观者，但请大家不要忘记，我们谁都无法保证自己永远都是旁观者。在将来，你或者我都可能面对危险，都可能感到恐慌或是无助。所以检察机关做出不批捕的决定，就是想告诉大家，在面对危险的时候，我们要勇敢地做出反击。法律不会惩罚你，法律不会责怪你，法律会保护你。肖文静，下班了还不走啊？尹处，明天就是魏星月夫妇的案子批捕期限的最后一天了，我等着您给我结论呢。我要不同意，你是不是不走了？对，因为我不能接受。我都快被你说成历史的罪人了。我可以对我这么多年办案的思维做出相应的调整，但是您的意思是，您可以同意不批捕啦？但是，不批捕决定书是由主管检察长签字审批的。现在已经下班了，你在这耗着没用，懂吗？行，那我明天一早就准备手续。哥，爸妈怎么还不出来啊？别着急，再等等。总算出来了。有儿子！我对不起你了，什么说呀？我对不起。江检察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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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感谢江检察官，谢谢检察官，谢谢检察官。检察官，对不起，一开始我们还没关系，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谢谢你们，江检察官，谢谢，感谢你。江检察官，好人好报，我们一家人祝你一生平安。我们一家又团圆了，谢谢。快回家吧。走，我们走了。这是你要的文件。昨天没休息好。那天那个事儿，对不起啊，你别往心里去。我没往心里去。
任律，我有话要跟你说。对不起，是我很没用。现在的形势对我们很不利，很危险，比以往都危险。我真的很想去帮你，但是我总会有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我理解。你不懂。你把我从过去的生活解救出来了，可是你带我走进了更艰难的生活。我每天24小时都在待命，我每天都在为你担心受怕。我真的很想去做好，可是我也真的是感觉到累了，我也怕了。然后呢？对不起，我可能没有办法陪你走下去了。非要现在吗？我真的不想再去冒险了。朱姐，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没错，我的确有事情瞒着你。我其实早就不想干了，我想过那种安逸的日子。这条路走下去有多么的艰难，你我心里都清楚。我不信。来，你看着我的眼睛，你再跟我说一遍。我刚才说的话，全部都是真心的。行，我理解你，你去吧。一切保重。张警官，你在忙吗？任律师，你怎么来了？你来的太是时候了，我这正要去找你呢。找我？是这样啊，根据现场监控显示啊，中南路口的那起交通事故，案发当时你在现场。我在啊。那要这么说的话，你是看到了全过程啊？你们的监控录像不也看到全过程了吗？怎么样啊？肇事者现在抓住了吗？暂时还没有。来，咱坐下说。张警官，你听我说啊。你们的监控录像按理说是可以拍到肇事车辆车牌号的，现在还没有把人抓到，只有一种可能性，这是个套牌车。即便它是套牌车，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通过这个车牌联系到原车主，找到相关线索呢？据我所知，咱们公安体系是有天眼系统的，按理说可以找到这辆车所有的行车路径，包括这个肇事者是什么时候下的车，他的体貌特征是什么样的，为什么到现在了这个人还没抓住？现场勘测了吗？有什么证据吗？根据我多年的经验来判断，这一定不是一起普通的肇事逃逸。根据现场勘测的结果来看呢，这确实不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尸体查了吗？他身上肯定有什么线索。任律师，你怎么对这个案件这么关心呢？张警官，我希望你能理解一下我现在的心情。我是眼看着他被撞死的。这个我特别理解，但是你看咱们今天这个情况，是不是应该我来问你呀？这案发当时你为什么会在现场呢？我有一个朋友约我在那儿见面，说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讲。你这朋友叫什么？他约你什么事儿？不好意思啊，这是我朋友的隐私，我不太方便透露。那如果约你的这个人，他恰恰就是被害人呢？是这样啊，我们调查了死者生前的通话记录，发现他生前的最后一通电话就是打给你任律师的，所以我们认为约你的人就是雷万，对吧？对，他就是我说的那个朋友。这个雷万他为什么要约你呢？说实话，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他给我打电话说他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讲，我怀疑跟我父母的死有关系，然后我就去了，结果我们两个还没说上话呢，他就被撞死了。汪雷闯入魏星月家中被杀一案，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检察机关严格依法审查，认定魏星月、张一珍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决定对魏星月、张一珍夫妇不批捕。这样的处理有利于制止不法侵害行为，有利于保障公民的正当权益，有利于维护公民人身权利和住宅安全，有利于维系法律权威与人心安定。这第一杯酒啊，敬王总，感谢您的割爱。哎，姚总客气了，咱们一起喝。哎，这块地啊，我实在是喜欢，本来想着是自己开发的，可你也知道，我这岁数大了，做生意比不了你们这些企业家。关键是姚总的为人我信得过，这块地交给你我放心。王总，您放心，公司现在已经制定了计划，这块土地的开发很快就会提到日程上来。啊，我还有个小小的请求，等到剪彩仪式的时候，王总、吴总还有林总一定要捧个场啊！那当然好了，一定。这第二杯酒啊，敬林总和吴总，二位最近真是帮了忠义不少的忙，感谢。姚总客气了，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林总，我们公司正在做一个并购项目，哦，这个项目吴总也在帮忙。现在呢，缺少一个法务，我想请林总再费费心，帮我推荐一个合适的律师。这事儿包我身上，我保证给您找全新州市最好的律师给您坐镇。那我就感谢了。应该的。那来吧，我们不要停，继续。好。
小朱啊，其实你没有必要这样了。我做错了吗？我只是想表达一下我的诚意。反正我已经跟任天宇闹翻了。你要是不想留我的话，我走就是了。我只是想多看看你，怎么就生气了？那你刚才什么意思啊？什么叫没必要？啊，有必要，有必要。我特别喜欢你送给我的这份礼物。我原本想呢，也在任天宇那儿干，也同样能帮到我。我才不要那样呢！我又不会撒谎，还演不好戏。也是啊，其实我也舍不得你在任天宇那儿那么受累，来我这儿最好。好呀，那我敬你一杯。稍等我一会儿，我也有个小礼物要送给你。打开看看。喜欢吗？那就让它作为我们开始的见证。谢谢王总。不许你以后再叫我王总。那我以后该叫你什么？那叫什么呢？叫王伯伯。胡闹。又到你家了，时间过得总是那么快。颜律，你回来了，去哪了？我跟朋友吃饭去了。你吃饭了吗？我进去给你。我看见了。送你回来那辆车，车里那个男人，你们两个在那。我们两个怎么了？朱姐，你知道那个男人是谁吗？我不知道。你知道？叫王达，一把年纪了。一把年纪怎么了？一把年纪，我们就不能做朋友了吗？只是朋友吗？朋友需要那么亲密吗？既然你都看到了，我没什么好说的了。朱姐，你给我解释一下，你跟他到底什么关系？我不都告诉你了吗？我们就是朋友。你说人家年纪大一点，是个企业家，难道我们就不能做朋友了吗？能。他是看起来慈眉善目的，但是人家比你年纪大那么多，
靠近你肯定别有用心呢。我自己在做什么，我自己心里清楚。你清楚？你清楚什么呀？你知不知道自己到底招惹了个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你倒告诉我呀！你说人家不怀好意，证据呢？你们检察官不都讲究证据吗？杜锦，我只是担心你，我怕你。怕我什么？怕我堕落？我一直都是这样。你不是这样的人，我知道的。那你恐怕是要失望了。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本来就是这样。如果有一天我做错了事情，你会怪我吗？所以你早就算好你要走这一步了，是不是？我没什么好说的。恨呐！常年斩草不除根。如果什么都查不出来，宁可错杀，也不能错放。对了，博文怎么样了？怎么，看上去好像有心事儿？这都被你看出来了。你呀，从来不会一个人待到现在。我们大部分时间不都是一个人待着吗？我可没有时间考虑这么深奥的问题。听说张永新出狱了，你一点都不惊讶？难道他来找过你？怎么可能啊？躲还来不及呢。如果他来找你，你一定要告诉我。你们的事儿，我可不管。可是这次，我需要你帮我个忙，帮我保管这个。吴总，你别跟我开玩笑了，我这儿又不是保险箱，这人来人往的，回头再给你弄丢了。我知道你有顾虑，你怕惹上麻烦。不是的，吴总，其实按道理，您照顾我生意这么多年，我替您保管个东西，这是应该的。可是你也知道，我这儿是什么地方？这每天人来人往的，个顶个儿都神通广大的。这回头要是把这么重要的东西给你弄丢了，我可担不起这责任。明哲保身，这么多年一个人打拼，靠的就是这个吧？你看你这话说的，就好像我就一点人情味都没有了似的。您这可有点冤枉依兰了。不行，你得罚酒。如果我说这个可能关乎于能不能保住我儿子的命，你还要拒绝吗？什么意思啊？博文怎么了？这里面到底是什么？这个关于一个人的秘密。那我更不敢替你保管了。你听我说完。
最近我总觉得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我担心将来我保护不了我的儿子博文。你别胡思乱想，不会有事儿的。你别紧张，博文现在没事儿，我是在未雨绸缪，万一，我是说万一，有一天博文有事儿，请你把这个交给任天宇。你放心，不会有人知道的。就算我求你了，现在没有人能让我相信。拜托。这里面是谁？我猜得到。他这些年做的那些事儿，都在这 U 盘里。这个你也拿着，万一有什么事儿，这个钱你用得上。干嘛呢？想什么呢？文静，你说人真的会变吗？什么意思啊？就是一个善良单纯的人，就变得唯利是图了，这是为什么呀？有两种可能。一呢，他本身就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人，单纯善良只不过是他的伪装而已。不会。那就是第二种了。有苦衷，有难以言说的理由。不过这都是电视剧的桥段了。什么苦衷啊？你都没有跟我说是谁，我怎么知道啊？颜律，你不会是遇上感情的骗子了吧？你是被骗钱了，还是？你说你这脑袋里一天到晚想什么乱七八糟的？倒是你，最近怎么样？我很好啊，我们每天见面，你还不知道啊？我问你，那是问你和任天宇。我不想提他。这么讨厌他？跟陌生人之间呢，没有什么讨厌不讨厌的。文静，其实有件事儿，我一直想告诉你。什么事啊？廖母的住院费是任天宇交的，几百万的费用不是小数目。我不知道你跟他之间有什么误会，但任天宇不是坏人。你怎么知道的？朱姐，他还说任天宇嘱咐过他，千万不能让你知道。但我觉得你有知情权。严律说的都是真的。廖海生这件事情，是我亲自去办的。他为什么这么做？我也问过他同样的问题，他说，因为这是你成为原俄检察官后的第一个案子，他想要帮你回去转告任天宇，他这一次的手段很低级。你跟我说了那么多，不就是想让我相信九泰集团的标的不是他出卖的吗？其实任天宇现在可以不用这么大费周章了。我现在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你先听听。我知道，透露标的的这件事情是我对不起你。王达看你迟迟不肯交出标的，就开始怀疑你。我这样做，第一是想帮王达，最重要的是我不相信他因为这件事情而迁怒于你。这个就是证据。
标书是林薇薇偷看了以后泄露出去的，真的不是人鱼。那也说不定是他们两个合起伙来出卖标的的呢。我知道，你不会那么容易的相信他，但这件事情真的不是他做的，而且他现在的处境真的很难。他的处境很难。他不是遇到什么事都不会心慈手软，不会让自己陷入困境的吗？我知道你对他还有误会，但我希望你听了这段录音以后，至少你相信出卖九泰集团的人不是他。你为什么要给我听这段录音？因为我相信你是会保护他、对他好的那个人。我不希望他和会给他带来伤害的人越走越近。之前的案子办得不错啊。尹处，您最近一直表扬我，我还有点不习惯呢。怎么，想听批评啊？哎，不用，我的意思是您多夸夸我，我习惯习惯就好了。刚刚移交过来一个案子，我觉得你没有问题。我自己啊？严律可以帮你。哦，好，什么案子啊？被害人是嫌疑人的妻子，公安移送过来的罪名是故意杀人和保险诈骗。杀妻骗保，嫌疑人的辩解还挺有意思的。怎么辩解的？他承认骗取保险金是事实，不过这是夫妻二人的共谋，他们想制造一个事故，让妻子受点伤，然后去骗取保险金。没想到在制造意外的时候，突然发生了意外，妻子一氧化碳中毒死亡。没想到，是真没想到，还是有意而为之啊？公安机关认为是蓄意谋杀。那保险公司是怎么认定的？他们也不认为是意外，但是又不太配合公安机关的调查，只出示了一张保险单，上面显示嫌疑人买的这份保险时间还不到2个月，上面有夫妻二人的签字。你让我接这个案子？对啊，当事人点名找的你，说多少钱都肯出。你说这种案子，我想不接都不行。现在还有人让我代理案子？当然了，我不都是跟你说过的吗？风波只是一时的，你看这才多久，就有人找上门来了。行，把资料放这儿了。那任达律师先忙，我先走了。好。哦，对了，我要不要给你弄个助理啊？不用了。林总，这个案子为什么要交给任律师？有什么问题吗？可是律所很多律师想接这个案子，为什么偏偏要给任律师啊？我不是说过吗？是当事人点名要的任律师。可是没有人想要。我说有就有。一个妻子在什么情况下会同意和丈夫共同骗取保险金呢？要知道，这可是有生命危险啊！是啊，为什么是让妻子去煤气中毒，而不是丈夫呢？因为丈夫更有施救能力吧。可是妻子的身体明显要比丈夫弱小很多，那中毒而亡的危险系数更大。你说，他们是如何精确地计算出一氧化碳导致的是昏迷还是死亡的时间呢？无条件的信任吧。一个人能把生命这么轻易地交到另一个人手上，一般的信任可做不到。哎，是你做得到吗？我做不到，你呢？我会相信我的另一半。有这种可能性。不过，像你这样想的人，毕竟还是少数。什么意思啊？因为大多数的人信任是有边界的。可是俊总理说了，
丈夫夏凌浩和他的妻子感情非常好。感情非常好，会让他妻子去冒这种危险，你不觉得很矛盾吗？是，我也一直想不明白，你说为了这130万保险金，这么做值得吗？大哥，你一个月赚多少钱？你不吃不喝攒多少年能攒到130万？10几年吧。对呀，对于工薪家庭来说，这130万可不是个小数字。不过你说他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呢？他骗保的动机又是什么呢？这样，我联系了被害人的工作单位，我们先去看看吧。你好，我们是检察院的工作人员，有些情况想找你了解一下。您说，只要我知道的，我都会如实相告的。照片上这个人你认识吧？认识，这是我同事，他死了。我们想了解一下张云琴平时的性格怎么样，你们同事是怎么评价她的？另外，她有没有跟你提过她跟她老公之间的事情？其实她这个人吧，私下还挺好的，还蛮朴素的，平时也就按时上下班，对客人也就那个样子，没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实际情况的话，就不了解了。听说他俩是因为合谋骗保。听谁说的？都这么传啊，但具体从哪儿传来的，我就不知道了。那他们有特别需要用钱的地方吗？好像没有，但也不确定了。是否有想要孩子的意愿呢？有，他曾经说过想要孩子，还说要努力挣钱，给孩子更好的生活。你说他会不会因为孩子的事儿而合谋骗保啊？谢谢你的配合，在这儿留下您的姓名跟电话，有问题我们会再向您请教。好。谢瑶，我看你都在办公室闷一天了，这个案子这么难吗？案子不难，就是这么简单的案子，为什么要交给我来做呀？还不是因为你名气大，人家点名要的你。如果你不想接，我给你推了就是了。没必要，这些事儿我无所谓的。这个案子在检察院那边还是蒋文静主办。然后呢？没有然后，我就是怕你心里不舒服。你要真怕我不舒服，就不会接这个案子了。我好奇的是，这个夏凌浩能出多少律师费，让你不惜去得罪检察院呀？你不用好奇了，想办法把案子打赢吧。我不是人呐，我不是人，我老婆死得好惨啊！我对不起我老婆啊！我会呀，为什么会这样？安静点儿！有完没完？都怪我，怪你什么呀？怪我发现的太晚了。你不是故意晚的吗？那我们现在说说你妻子到底是怎么死的？
前不都说了吗？我老婆是死于一氧化碳中毒。我看她躺在地上的样子，我很害怕，我就打电话，求救了，但还是来不及。当时窗户是锁还是没锁呀？没锁，那窗户一推就可以开。我叮嘱过他了，让他自己掌握时间的。可你为什么确定他当时有力气推开窗户呢？这我不知道。好，说说保险的事儿吧。如果这次意外险生效的话，你们会有多少收益啊？130万。保险公司还没有做伤害等级评定，真正到手的未必能有这么多。哼，你哼什么呀？保险公司就是这样的，只顾自己赚钱，从来不为客户考虑。不是所有客户都想要骗保。这里离地面4层楼高，下面是草丛，土质松软，从这个高度摔下来，可能会摔伤，但应该不会摔死。在封闭的环境里打开煤气，营造出一氧化碳中毒的环境，然后在求救的时候意外坠楼。夏林浩说他可以控制时间，保证人没事，他怎么控制啊？应该是让妻子一直待在窗户附近，一有眩晕感，立刻开窗跳下来。都眩晕了，还有力气开窗吗？夏林浩自己说了，他和妻子约定了5分钟的时间，时间一到，如果妻子没有开窗跳下来，他就冲上去开门救人。5分钟的时间不会熏死，这样就万无一失了。可结果呢？结果妻子的确没有开窗，他也上楼了。可当他进门的时候，死者已经没有呼吸了。我们可以看一下监控，说不定会有帮助。据夏林浩自己交代，他们之所以制定这样的骗保计划，就是因为这个小区的监控没有完全覆盖，这片是盲区。不过案发以后都增少了。这窗户怎么这么难开啊？你看，这窗户的滑轨有些损坏，所以推开有些涩。如果推窗的人是一氧化碳中毒、头晕无力的话，很难一下子顺利推开。不应该啊！这房子建了没几年，窗户不应该这么快就坏了吧？那个检察官同志，我把钥匙先放在这里，没事的话，要不我先……你等等，这个房子的面积是多少啊？哦，90平米，使用面积大概在80平米，是我们小区标准的2室1厅。80平米，彼此相互连接的客厅和厨房加起来大概有25平米左右。在其他房门都关闭的前提下，几分钟之内，一氧化碳就会弥漫整个客厅和厨房。按照死者当时的碳氧血红蛋白饱和度推算，案件发生时，房间内的一氧化碳浓度应该达到了3200 ppm。人体吸入后，5到10分钟之内就会强烈的头痛恶心，失去意识。如果不给予救治，很快就会死亡。你说这种事儿怎么就发生在我们小区了呢？这栋楼的好几个业主都打算搬走了。这户业主的夫妻关系怎么样？应该挺好的。每次在路上碰着张姐，都提着菜要回家做饭。能每天一起吃饭的夫妻，关系不会太差吧？那，你知道他们有跟其他什么人来往吗？这对夫妻应该没有其他亲戚，具体和谁来往我也不知道。从厨房可以看出一个家的女主人的秉性。这个女主人很会持家，也很爱家。
好大的爷们儿！夏凌浩是个老烟鬼了。这就是他说的给孩子准备的那间房。现在看来，更像是夏凌浩为打游戏准备的。他一个人在这打游戏。他们分房睡。可能是夏凌浩打游戏打累了，或者下班回来晚了，不想打扰张云琴，就一个人在这休息了。现在看来，一切都和夏凌浩说的差不多。夏凌浩和张云琴收入不高，想通过骗保捞一笔钱，但一时意外导致了张云琴的死亡。假设你是夏凌浩，你会怎么计划这次骗保？我？我会先跟你约定好，让你假装去煮银耳汤，然后离开厨房，进入客厅，佯装午睡。待银耳汤煮沸溢出，帮火焰扑灭，造成煤气大量泄漏。然后我在附近等着，并且跟你约定好暗号。如果你有些不舒服了，立刻推开窗户；如果没有，马上通知我，几分钟之内我就会上来。通常人们意识到自己中毒的时候，都会去想着开门、开窗自救，但只有少部分人能做到这一点。大部分的人都会产生抽搐、抽筋，甚至口吐白沫。张云琴也是这样，她发现自己煤气中毒，跌跌撞撞的想跑到卧室去求救，结果发现自己根本做不到，最后晕倒在地，抢救无效死亡。有什么问题吗？听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对了，上次呕吐物的检查结果出来了吗？还没，说是成分太复杂，目前还没有鉴定出具体有哪些成分。那我们能不能麻烦鉴定机构的专家进行2次检测？我总觉得里面有什么关键线索。好。有香水味。他们家没有这种香水。我们还没开始呢，你哭什么呀？对不起啊，我一想到案子就想到我老婆。对不起，对不起。夏凌浩，你跟公安机关交代的说，你跟你老婆商量好了，煤气打开的5分钟后，如果她不开窗，你就跑回去救她。是。根据医护人员的证言，他们到达现场时，你老婆已经牙关紧咬，全身抽搐，面唇呈樱红色，这已经是一氧化碳中毒的症状。根据她所处的环境判断，她与一氧化碳接触的时间已经有10分钟了。那迟到的5分钟你去了哪里啊？我往楼上赶呢，我着急往家里跑啊！那时候我们去你家调查过了，楼层不高，以你的体力跑上去大概也就1分钟吧。是的，跑太慢，跑太慢了。我要是跑快点，跑快点，我媳妇就不可能死了。我会呀！我为什么不跑快一点？我已经
我心不会这样。这个夏令浩装得哭哭啼啼、悲痛欲绝的样子，跟案子有关的一句真话都不说，看他就是在演戏。他看起来确实有问题。这种虚伪的人啊，我看他一次就想把他虚伪的面具给他撕下来，气死我！咱们沉住气，判定案件还是要讲究实在的证据，靠情绪和怀疑没法判定别人的罪名。知道了，走吧。就是这个快递。什么东西啊？都是些生活用品。王婷婷。王婷婷是谁啊？您拨叫的号码是空号。空号。先把底单拍下来吧。2杯美式。好的，支付宝可以吗？可以。请在一旁稍等一下，谢谢。谢谢。你好。1份沙拉，1份华夫饼，1杯美式。好的，付款码请出示一下。好，沙拉先做，请您在一旁先稍等一下，谢谢。江大检察官，我来给天宇打包点吃的，他最近可辛苦了，我都有点心疼了。连手下的人吃饭都要管，真的是好领导。啊，对了，我听说九泰集团丢了那块地之后，公司情况可不大好呀。哎，江小姐，你有没有考虑过回家帮帮家里人忙啊？家里公司的事情自有人打理，用不着我操心。现在还有人管吗？出了这种泄露标底的事情，我估计公司应该人人自危，互相都不信任。东西到底是不是江家人泄露的，还不一定呢。是不是有人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偷看了标书，还嫁祸给别人？这种事情也不是不可能的吧？这种事情问我干嘛？我到哪里知道去？我只是想提醒你，纸包不住火，做错了事情，早晚都会受到惩罚的。那我也想提醒你一句啊，不要听外面那些人胡说八道。我就觉得这事儿不会是天宇干的。女士，你的外卖好了。你的外卖好了。对了，我还得感谢你呢。多亏了你，帮我解开了一个误会。给咖啡，谢谢。我好像误会他了。谁？任天宇啊。好消息，警方联系到了快递方，查到了这个王婷婷的寄件点。但这个快递员表示，当时自己在分拣快递，并没有记清楚这个王婷婷的样子，只记得她戴着口罩，自己让她填写完订单后啊，就没再管她了。
可是那个王婷婷留的是个假号码，我们就找不到她了。现在我们以快递员所送的那一片区域为基准点，开始搜索这个王女士。但张警官也说了，那一片都是小区群，像我们这样子没头苍蝇的找一个发快递的，无异于大海捞针。从另一个方面说啊，这个王婷婷很有可能是从另一个片区故意到这里寄快递，企图隐藏身份。实在不行，那就得问问夏林浩到底认不认识这个王婷婷了。那个夏林浩装模作样的，嘴里没有一句实话，就算问了，大概率他也会说不认识什么王婷婷。现在线索全都断了。上次你们在夏林浩家发现的呕吐物也没有检查出什么，虽然做了2次检测，但我估计这结果不会太明朗。喂，陈法医。有新的发现？好，我现在就打开查收。我发到群里了。尸斑呈樱桃红色，肺脏巨噬，细胞浸润。食物残渣里有花生残留，气管可见水泡样分泌物。对，通过病理解剖和尸体解剖，可以判断出死者对花生过敏，同时呕吐物里查出了花生成分。过敏？死者不可能不知道自己对花生过敏啊。夏林浩，没想到你人虽然进来了，还有人继续关心你呢。你什么意思啊？狱警已经把这个交给你了吧？寄件人是谁呀？王婷婷跟你什么关系？我不认识他，我收到东西的时候我都懵了，这可能是他记错了吧？你别装傻充愣，记错了能寄到看守所？我倒是挺好奇，你妻子都过世了，谁这么关心你啊？如果我老婆在，她一定不舍得我一个人在这里受苦。行了，别嚎了。夏林浩，公安机关勘验现场时，在你家地板上发现了一滩呕吐物，这是怎么回事啊？呕吐物？我也不知道啊。我们检验过了，呕吐物里面的成分很复杂。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委托了鉴定机构，也没有鉴定出来里面是什么成分。不过审查期间，我们又委托了鉴定机构进行了2次检测。经检测，呕吐物里面含有花生的成分。法医根据氧化的程度判断，是死亡前3小时服用的。你应该知道你老婆对花生过敏吧？我不知道啊，我真的不知道。我和她结婚那么多年，我没有见过她对什么过敏。那再说了，你们怎么知道这滩呕吐物是我老婆的呢？根据你老婆的验尸报告显示，她胃部的残留物里面还有花生的成分，这是她没吐干净的。公安机关之所以没有拿这件事情单独问你，一是因为他们没有对这些残留物产生怀疑；2是因为你老婆是一氧化碳中毒死亡的，这明显的死亡原因很容易让他们忽略了你老婆在死亡之前已经出现了其他不适的状况。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老婆一定是想让自己再痛苦一点，就偷偷把花生吃了。怎么那么傻，老婆？怎么那么傻？说好就咽下去，你干嘛那么傻？你刚刚说你老婆为了更难受，所以吃了花生，那说明你之前说你不知道你老婆对花生过敏，是说谎对吧？我没说谎。无所谓了，无所谓了，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吧。反正我老婆死了，
我真的不想活了，我不想活了，你们饶命我吧！你笑什么？我笑你每次审完夏林浩就气得不行。你也看到了，他每次都是那样，一哭二闹三装傻。问他什么，他都说不知道。他以为这样我就没办法了。等张警官找到那个卖花生的人一指证，到时候不需要他的证词，我一样能让法官治他的罪。喂，张警官。好，知道了，谢谢啊。他怎么说？他说他们又派人去夏林浩家附近的片区转了一圈，卖花生的摊贩很多，但都没见过他。一个也没见过啊？没有。你说这花生夏林浩也不能自己种出来吧？你干嘛去？我自己去找那个卖花生的人。你好，你们这里卖花生吗？有。哎，这有新鲜的，要多少？那您见过这个人吗？不买花生啊？没见过。我们再分头打听一下吧。好。我把附近菜场的老板都问遍了，没有一个人见过夏林浩的。哎，你说，这花生难道还真是他自己种出来的？要不咱们先回去，明天我去调调监控看看。也只能这样了。走吧。哎，老奶奶，我来帮您吧。哎，那谢谢你们了。要是明天再找不到那花生怎么办？啊，你们要买花生啊？我这儿就卖花生啊。不过今天卖完了，你们要是买的话，过2天就有了。那，您见过这个人吗？有印象。哦，对，他在我这儿买过花生，他挺大方的呢。他跟我这儿买了挺多花生的。当时我说要找他钱，结果他走得好快啊，说不用找了。怎么，你们要找他啊？谢谢。法医在死者的呕吐物还有胃部残留物里面发现了花生的成分，但是死者生前对花生过敏，绝对不可能故意食用花生。为了查明花生的来源，我跟严律又跑了一趟小区，碰到了一个老太太，她可以证明花生是夏林浩从她那里买的。余出尹绰，有什么不妥吗？案子诉了吗？诉了，应该就快开庭了。这么快？这么说吧，我们压根儿就不相信夏林浩说的话，明显他就是想杀了他老婆骗保，现在又骗我们司法机关说什么意外，怎么可能啊？不过诉了就好。你相不相信是一回事儿，你用法律规定的方式把它证明出来是另外一回事。死者对花生过敏，死前吃过花生，夏林浩案发前又买过花生，这中间联系不就证明了吗？夏林浩买过花生，就能证明死者吃过花生吗？他小区的4个门口都是有监控的，根据监控显示的情形来判断，案发当天死者是没有出去过的，他的小区里面也没有什么吃饭的地方，所以他大概率是在家里吃饭，他也不会故意的去吃花生，家中又没有别人，所以夏林浩让他吃的可能性极大。如果夏林浩一口咬定是死者误食了花生，你怎么应对？这个，那个老太太的证言交给法院了吗？是的，这个是重要证据，我还要申请她出庭。我总觉得哪里怪怪的，但是又说不出来。我建议你慎重对待这个证人的证言。对了，上次说那个寄快递的王女士，后来找到了吗？啊，还没有。我们判定案件啊，一定要慎重，各位，慎重再慎重，因为如果有一块证据拼图没有拼好，
就有可能影响到整个结果的认定，明白吗？明白。明天开庭，没想好的问题就不要回答。拜托了，任律师，我相信你，我们配合好，一定会没事的。当然了，我会确保你没事的。任天宇那边开庭了吧？开庭了。有胜算吗？他是新派律师，我相信他有办法。可夏林浩不是个省油的灯，为了自保，什么话都说得出口的。我相信天宇的能力。任天宇是个心思缜密的人，明明看出夏林浩在撒谎，而且还这么冷静。看来在他心里已经预估过风险了。我把案子给他之后，他就在心里推演了无数种可能性。你还真的以为他依然信任你吗？他信不信我是他的事儿，我信不信他是我的事儿。糊涂！我警告过你，对他不要动真的。你给我把信收回来，你们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以后你会知道的。我们商量好的，钱到手之后，一人一半。他拿到钱怎么用，我不知道。但是我只想存起来，毕竟这钱是他拼了命换来的，我想为将来做打算。被告人，按你所说，如果你妻子受伤的话，你可以拿到多少赔偿金？130万。如果你妻子死亡的话，赔偿金的数额有变化吗？不会，还是130万。那你有申请理赔吗？有。什么时间？在我老婆死后的第2天。保险公司答应赔偿了吗？没有。我递给保险公司的资料都是齐全的，但是他们说审核还需要一段时间，让我回家等。我就回家了，但是没到半小时，警察就来了。从你妻子死亡到你申请保险理赔金，这1天之内你都做了什么？反对。该问题与本案无关。审判长，我的问题是有连续性思路的，请对方律师不要故意打断。反对无效，被告人请回答。我很难过，我什么都没有做，我吃不下睡不着，我一躺下就做噩梦，我梦见老婆，我不想再回忆了。被告人，证据显示你妻子是当场死亡的。第2天天一亮，你就把你妻子的遗体从医院接了出来。若不是警方及时赶到，你就托人插队把你妻子的遗体火化掉了。这就是你所谓的噩梦吗？哪怕你妻子已经死亡，你就这么着急销毁她存在过的痕迹，一点都不留恋吗？我没想到她会死。你就没想过你？审判长，我的当事人有话要说。被告人，你要说什么？我把我老婆接出医院，是不想送她进太平间；我着急火化，是不想警察解剖她的尸体。谁愿意自己的亲人刚死了，就被开膛破肚呢？我老婆死了，我真的很伤心。在医院有好几次，我差点昏过去，是护士掐了我的人中，我才勉强撑下去的。这些都有人看见的。按你所说，你跟你妻子已经商量好了，5分钟之后，如果她不开窗，你就立马跑回去救她，并且拨打急救电话。但是证据显示，你妻子与毒气接触将近10分钟，那迟到的5分钟你去了哪里？
5分钟后，我是要去救我老婆的，但是在进大门的时候，我发现我忘带了门禁卡，然后我就按了很多邻居的门铃，但是因为紧张，我没有表明自己的身份，没有人愿意给我开门。当有人给我开门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这个问题我之前就问过你，你当时为什么没有回答？还有，你说的这些有什么证据吗？审判长，被告人庭前说什么并不重要，只要在庭上给出合理的解释就可以了。至于有没有证据支持，我方会向法庭出示邻居的证词以及门铃上的时间记录。公诉人，是否还有证据需要向法庭提交？审判长，我方申请证人张佩兰出庭作证。证人，你要如实向法庭作出陈述。如果故意提供虚假证言，你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就是他，在我那儿买过1回花生。你怎么能够确定跟你买花生的就是他呢？那是因为他那天买的挺多的。那天我准备的花生其实已经卖的差不多了，但还能炒好几盘。他好像挺急的，就都买走了。那他具体买了多少呢？大概有这么小半筐。那天的时间你确定吗？不记得了，不过我记得地是湿的，头天晚上下过雨。我们列出了当月的气象状况，天气以晴朗为主，下雨天集中在24号到26号的3天，其中25号那天间歇了1天，也就是案发当天。证人，除了这些，你还记得被告人当天对你说了什么，或者是你看到他做了什么吗？哦，对了，他急急忙忙买花生的时候说了一句，他中午要给老婆做饭。你确定是亲耳听到他说的吗？那当然是亲耳听他说的了。确定吗？确定。我老了，但是耳朵不聋。他就是这么说的。审判长，公诉人对证人张佩兰的询问暂时到此。沙凌浩，对张佩兰的证言，你有什么要说的？是他教我说的。是你教我说的。审判长，我坦白，刚才我所说的一切都是他教我说的。他让我说我忘带门禁卡，然后按了邻居的门铃，从而导致时间的耽搁。他让我说我着急火化是因为不想警察解剖我老婆的尸体，不想我的亲人被开膛破肚，都是他逼我的，都是他逼我的。肃静。什么？等我回去再处理。夏凌浩点名让任天宇当律师是你的主意吧？夏凌浩犯的罪，也许只有任天宇这样的人才能帮到他，不对吗？夏凌浩一口咬定是任天宇教他撒谎的，您到底给他什么好处啊？他死就死了，干嘛要拉一个垫背的？我帮他推荐最好的律师，给他出律师费，打赢了算他的，打不赢就一口咬定是任天宇教的，然后您再给他出钱请更好的律师打无罪。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您还承诺给他一笔封口费，这笔封口费足够他老母亲养老的。这样他里外里都不亏呀。
但是夏林浩不会知道，您根本不会给他打无罪。夏林浩，他死不足惜。任天宇，刚刚夏林浩在庭上说的，是真的吗？我知道你又要说我不配做律师，以后离我远一点。对不起，路标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是我错怪你了，是祝锦告诉我的。可是你为什么当时都不反驳我？哪怕给我一句解释也好啊。新人不在了，解释有用吗？但是如果今天你说不是，我就相信你。律师协会的通知，要立案调查，在事情调查清楚之前，你必须停止手上的一切案子。好。你的信息都挂到网上了。我无所谓。无所谓？你怎么什么都无所谓啊？你的律师执照都快没了，你还无所谓？你就甘心做一个像我这样连官司都打不了的律师吗？这件事情从一开始就是有人在针对我。是谁你也知道，你都没有能力解决，我着急有用吗？那你也不能。好了，正好最近挺累的，借这个机会歇歇不也挺好的吗？这是什么意思？暂缓年审而已，我还没让他的律师执照吊销呢。急什么？您到底为什么这么针对任天宇啊？吊销执照，您知道对于一个律师来讲意味着什么吗？我当然知道。倒是你最近3番5次的为了任天宇闹脾气，我想劝你想清楚了再跟我说话。我只是不愿看到有任何人再像我一样被吊销律师执照，被行业封杀。区一个律师执照，你要跟我提多少年？你的律师执照被吊销以后，我不是照样给你投资开律所，什么都没耽误你吗？区一个律师执照，在您眼里什么都这么不重要，什么都可以用钱来衡量吗？妈走了之后，您根本就不回家，每个月就知道给我打钱。我那么努力的学习，就是想足够优秀，好让您能在意我一点。好不容易得到的律师执照，就因为你一句话，我就替您去打假案子，把律师执照搞丢了。对呀，您特别轻松的就帮我开了一个律所，可是您跟我说过一句对不起吗？您只在乎我是否能帮您达到目的，根本不在乎我为了您的目的付出什么代价。一个刚入行的律师，就打假案，被吊销了律师执照，所有的努力，所有的梦想，瞬间都化为泡影。我现在想想都不知道那些年我是怎么熬过来的。这些事情您到底关心过吗，爸爸？薇薇，
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您到底为什么这么容不下任天宇啊？当年在我们的一个项目中，有一个叫杨东华的审计，他们夫妻二人在车祸中死了。这跟任天宇有什么关系啊？那对夫妻就是任天宇的亲生父母。这件事情，当年警察已经查清楚了，是因为卡车司机酒后驾驶导致了意外事故。可任天宇就是不相信，一口咬定是我干的，所以他就处心积虑地接触你舅舅，接触我，目的就是想搞垮我们，为他父母报仇。那您跟舅舅去跟他解释清楚啊！您这样一直针对他，你们之间的误会会越来越深的。可是他不信呐，他就是不相信我说的话呀，他只相信他脑子里的臆想。可是再这样下去，他就被您给毁了。放心吧，薇薇，爸呢只是想吓唬吓唬他，不会去真的对付他的。只要他放弃朝我们报仇的想法，我立刻就撤销那些舆论。等他冷静了，我再去找他解释当年发生的事情，总行吧？您真的会放过他吗？哎呀，放心吧，爸不会骗你的。夏林浩那边，你之前怀疑他有一个情人是对的。潘晓黎去电信公司查过夏林浩名下所有的电话号码，其中一个电话号码中有一个联系人，平均每天跟夏林浩联系7、8次。你觉得什么关系的人能有这么高的通话频率？未成年人的话是妈妈，成年了就是恋人了。这算是个突破口。如果夏林浩真的有情人的话，那他谋杀的动机就更充分了。这个案子虽然在法庭上出现了一些问题，但你不要气馁，就当是一次历练了。在你的职业生涯中，即使现在还没遇到这样的问题，以后也会遇到。你要有充分的心理承受能力。之后的问题交给我来处理，你可以放心。经过这个案子，我总结了一些经验，也吸取了一些教训。以后我会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在庭上就可以一举揭发犯罪行为。答案啊，通常都在细节里。这次取证是你跟严律去的，你好好回忆一下，有没有什么遗漏的细节？只要是客观存在过的，就一定会找到蛛丝马迹。遗漏的细节，婚外情，情人可疑的电话。你说这个给夏林浩一天打7次电话的人，会不会就是那个寄送包裹的王婷婷？有可能。但是夏林浩不承认认识王婷婷，而且王婷婷这个名字的真假都还不一定呢。就算是真名，叫王婷婷的人也太多了，像大海捞针。我们再复盘一下这个案件的过程。好。夏林浩跟自己的妻子商量好，骗取130万的保险金，采用了煤气中毒的方法。如果煤气打开后的5分钟内，妻子没有开窗，他就立刻跑回去救她。实际上，他用了不止10分钟上楼，导致妻子不治身亡。之后便着急的要将自己妻子的尸体火化，申请保险理赔，结果被警方扣下。经过法医鉴定，妻子的确是死于一氧化碳中毒的，同时也在她的呕吐物、胃内容物中都发现了花生的成分，而且还检测出她对花生过敏。夏林浩的老婆离奇死亡，很明显这里面有蹊跷。而且卖花生的老太太也说了，夏林浩的确在她那里买过花生。推断，夏林浩先是在饭菜里边放入了花生，
让自己的妻子在未察觉的情况下吃下花生，然后按照他们事先商量好的，打开煤气煲银耳汤，假装忘记，造成煤气泄漏。为了确保自己的妻子死亡万无一失，夏林浩在楼下故意拖延时间，刻意造成自己的妻子花生过敏，让妻子在毫无反抗能力中倒地。可是我们没有办法证明，那花生是夏林浩给他妻子吃的，还是他妻子自己主动吃的。妻子已经同意跟丈夫冒险骗保，而且是拿自己的生命健康作为代价。如果再主动的吃下能让自己过敏致死的花生，那他一定是疯了。有2种可能：一是他妻子自己想死；2是夏林浩谋杀。如果是妻子不想活了，夏林浩一定会以此来脱罪。可他一句都没有提过，一直在强调他们的感情非常好，甚至情绪有些夸张了。我记得夏林浩的家里，墙上还挂着婚纱照，厨房、冰箱里都收拾得一尘不染的，证明他妻子很爱这个家，很爱她丈夫。卧室里面还有一副没有绣完的十字绣。一个对生活充满期望的女人，怎么会选择自杀呢？可疑的电话和可疑的包裹，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夏林浩有婚外情的可能。就算有婚外情，为什么一定要杀死自己的妻子呢？况且是一个愿意冒着生命危险跟他骗保的人，他的动机是什么呢？如果妻子死了，夏林浩就能拿到全部的钱，拿着钱跟情人过日子呀。难道他妻子想不到这种可能性吗？万一失控了，他死了怎么办？那应该就是非常的信任和非常的爱吧。非常的爱。非常态的爱。哎，你还记不记得夏林浩的家里有一间小卧室？你说那小房间？夏林浩跟我说，那个房间是给他未来孩子准备的，但是现在已经变成夏林浩打游戏的房间了。我清楚地记得，那个房间里面有一张单人床，而且有明显使用过的痕迹。你说，如果2个非常相爱的人，怎么可能分房睡呢？所以我怀疑，在他们骗保之前，2个人的感情已经出现了裂痕。但如果出现了裂痕，还答应冒险骗保，这什么心态？挽留。我那天听张浩伦说了，女方家属曾经去公安局大闹了一场，说他们哭着闹着说他们的女儿就是被夏林浩害死的。能立刻联系到家属吗？好，阿姨，谢谢你啊，您放心，我们一定会查出真相的。根据死者的母亲回忆，半年前女儿曾经跟她哭诉抱怨，说都怪自己的身体不好，得了卵巢囊肿，难以受孕，再加上过敏体质，常年吃激素类药物，很难给夏林浩生孩子。还说夏林浩是家里的独子，想传宗接代。后来又跟母亲说过，夏林浩对她的感情变得非常冷淡，非常痛苦。这样说来，夏林浩背叛婚姻的可能性更大了。一个妻子如果非常爱她的丈夫，但是却不能给他生孩子，一定会感觉到非常愧疚，然后她会把这些错都归咎于自己的身上，她就会想各种办法去弥补、去挽留，所以就非常可能会答应夏林浩的这个请求。而且我相信，夏林浩一定还会花言巧语地骗她，说如果我们有了钱，就可以去做试管婴儿，可以领养。这样的话，他妻子一定会非常同意的。我完全同意你的分析。夏林浩一直在撒谎，他在表演他对妻子的感情。
现在他妻子已经死了，这个疑问必须靠夏林浩证实。或者是夏林浩的情人，再或者见证过他们两个感情的人。见证过他们两人关系。卖给夏林浩保险的保险员，会不会见过他们两个？虽然警方已经对卖保险的工作人员调查过了，说没什么问题，但我们没有亲自去问过。好，那我们去一趟保险公司。从那个查不到寄件人信息的快递，包括电话记录，都显示夏林浩很可能存在一个秘密情人。江文静已经着手去调查了。一旦证实这个人存在，那么夏林浩的杀人动机就很可能成立了。江文静怎么样？让他忙起来吧，要不然更容易胡思乱想。哎，对了，那个可儿她跟我说让我提醒你，说明天上午10点。我说这么大的事儿，你干嘛不会忘呢？不会忘的。是啊，哎，这孩子他就紧张这些事儿。那你呢？我没，我没事，走吧。你好，我们是新州市人民检察院的。我们就是来确认一下关于夏林浩夫妇来买保险的事儿，你有想起什么别的吗？这事儿我已经跟警察说过了，你们怎么又来了？要了解情况，你们跟警察说去啊。我们就当问你几分钟时间，配合一下吧。行，你问吧。那你就详细的跟我们说一说，他们两个来买保险那天有什么细节，例如情绪，或者是有什么异常的。就是那天他们俩是一起来的，情绪挺好的，看起来就是一对小夫妻，挺恩爱的。你怎么看出来他们恩爱呢？嗨，做我们这行的，别的不行，看人最准了。那个女的像张云晴。啊，对，从进来到出去，她一直挽着她老公的手，眼睛都没有离开过，这样还不恩爱吗？那签这份合同之前，你有没有提醒她，这份保险的受益人只有夏林浩一个人？我说过了呀，但她跟她老公是一家人，受益人填夏林浩也说得过去。还有其他什么吗？真的没什么了。你怎么还在这聊着呢？快把这些单子处理一下。两位检察官，你看我们这工作也挺忙的。行，那你先去忙，想起什么别的，及时跟你们联系。这不是王婷婷的案子吗？她怎么还没来上班？她请假，你忘了？可1个多星期了，还不回来？不知道去哪。等等，你们刚刚说的王婷婷是谁啊？是我们这儿的一个保险员，叫王婷婷。王婷婷。是啊。哦，你们刚刚说的那个单子就是她匀给我的。你说这单业务原来是王婷婷的？是啊。上次怎么没说？出了这个事儿，我当时脑袋都大了。再说了，他当时告诉我了，这单业绩是他匀给我的，叫我不要到处乱说，所以我就没有说。他现在人在哪儿？他请假了。哎，他工位在哪儿？哦，第2个。你知道王婷婷电话号码吗？哦，我知道。你还记得夏林浩车里的那件衣服吗？记得。怎么了？就是这个下水位。这是电话号码。好。这是上次寄送包裹的可疑电话，跟他的号码只差1位。
好，看镜头，看这儿。好。妈妈往中间靠一点。拉了购物单，顺着信用卡的信息找到了夏令浩的情人王婷婷的住址，之前的快递应该就是他寄的，号码只差了1个数字，应该是故意不想让我们找到他。现在我们不只有证据，而且证据确凿。昨天他订了飞往泰国的机票，我觉得有潜逃的嫌疑。夏林浩这个案子也不是1天2天了，他怎么才想着逃跑啊？我估计他一开始没想着我们会查到他，毕竟夏令浩自己也没供出他，所以他有点侥幸的心理。潜逃还是要面临很多的麻烦，不到万不得已，他也不想嘛。那他现在不用侥幸了，他肯定跑不了。走，我们找尹出去。进来。尹处，我们查到了夏林浩情人的信息，这个人叫王婷婷。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信息，王婷婷现在任职的保险公司就是夏林浩理赔的保险公司。而且这个王婷婷还订了去泰国的机票。好，我马上跟张汉伦联系，让他们尽快行动。樊小姐这么着急，这是要去哪儿啊？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上车。我没办法，我没有。喂，夏林浩这个其实你用完了吗？我扔了，刚才他的情人被公安局带走了。我估计检察院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定他的罪。这种情况，我要是再帮他打官司也是浪费时间。用完了就扔了吧。